美国海军舰队的老化为中国两岸的统一创造了戴维森窗口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强少。美国为什么会公开展示焦虑呢？美国为了维持其全球霸权，必须依赖其强大的海军力量，这就要求美军在世界范围内必须要保持一支庞大的海上作战力量。更关键的是，不能有任何国家的海军能够超过美军。但是最近几年，随着解放军主战舰艇的不断下饺子，特别是以055万吨大驱为代表的新锐军舰的入役，与美国不断老化的舰队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人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，这个名词叫什么呢？叫戴维森窗口。那么什么是戴维森窗口呢？它指的是因为美国军舰实力的下降，在2027年之前给中国大陆创造的武统窗口期。这种冲突将在2020年至2030年之间发生，被称为关注的10年。戴维森是率先提出中国将在2027年武统台湾的印太司令部司令。根据美国海军2023财年的造船计划，随着旧潜艇逐步淘汰，新舰艇慢慢投入使用，美国海军的装备数量将从2022年的292艘战斗部队舰艇减少到2027年的280艘。美国舰队的垂直发射导弹单元的数量、鱼雷和航母的日常战术飞机架次等指标也将在未来10年内下降13%。而与之相比的是，美国的报告称，解放军的海军现在已经拥有超过355艘舰艇，总体规模已经盖过了美国海军。预计到2025年，中国海军的舰艇数量将扩大到420艘，到2030年时候，这个规模将增至460艘。美国的报告称说，美国军舰数量下降只是暂时的，美国海军的长远计划在未来30年内呢，将扩大其舰队。为了在关键时期窗口期间加强美国海军的实力，其军方可以推迟旧舰的退役，减少维护时间，将部队从其他战区转移到太平洋。在此期间，还需要扩大其工业生产能力。在目前美国造船工业严重衰退，降到了每年只能生产 1.5 艘伯克3级驱逐舰的情况下，再加上美国所面临的严重通胀，军工制造业所出现的人员短缺和供应链危机，美国的老旧军舰的维护成本日益增高，维护时间不断加长。这些严峻的现实情况对于美国海军的长远发展计划而言，似乎就是个死结。那么美国为何要公开表达这种焦虑？我们可以好好分析一下。首先，美国老旧军舰的淘汰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痛下决心的时候了。其海军需要将这样的焦虑传递给美国国会，因为美国国会是阻止美国海军退役老舰的主要力量。如果美国海军无法顺利的推行改革，那么10年后的美国军舰将与解放军的主力战舰之间出现明显的技术差距，这对于想维持其海上霸权的美国来说是无法接受的，也是刻不容缓的事儿。其次，他们表达出的焦虑也是在给台湾岛上的台独分子发出信号：2030年之前，先不要采取挑衅性的行动，因为美国海军正处于最脆弱的历史时期。当然，此举呢，也是在给那些挑衅中国的美国反华政客们发出信号，该收敛就得收敛，不能玩过火了，玩过火可不好收拾。最后，美国海军发出这样的焦虑，也是在为可能发生的台海危机事件找借口，以没有准备好为由拒绝下场，而且这个理由无可辩驳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排除美国人在制造一个戴维森窗口概念，以诱惑中国大陆在准备不太充分的情况下发起统一行动，从而打乱中国崛起的历史契机。总体来看，美国海军发明的戴维森窗口有相对客观的一面，
也有表达焦虑的一面，更有警告台独的意思，还有诱惑中国大陆的一面。我们还是要保持战略定力，在自己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来解决问题。到那个时候，可能天天都是戴维森窗口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